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启发性的书籍《异类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，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，善于从独特的视角挖掘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惊人真相。《异类》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对成功认知的新大门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成功的书，更是一部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潜力、社会机遇和文化传承的智慧宝典。它所蕴含的价值，对于每一个渴望成功、追求卓越的人来说，都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，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它能让我们明白，成功并非仅仅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结果，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。你是否曾经好奇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而其他人却似乎总是徘徊在成功的边缘呢？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纽约市出现了一位名叫乔·弗洛姆的律师。在当时，纽约的法律界竞争异常激烈，然而弗洛姆却脱颖而出，成为了斯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并且带领这家事务所成为了世界顶级的律师事务所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比其他律师更聪明、更努力吗？答案并非如此简单。在《异类》这本书中，我们将找到关于弗洛姆成功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解释，而这个解释也将颠覆我们对成功的传统认知。机遇的重要性。在《异类》中，格拉德威尔首先向我们阐述了机遇对于成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。他指出，那些我们眼中的异类们，并非仅仅是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就获得了成功，机遇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的行为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。当机遇出现时，它就像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，能够将个人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例如，弗洛姆的成功与当时的时代机遇密不可分。在20世纪中叶，美国的并购业务开始兴起，而弗洛姆所在的斯达律师事务所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，专注于并购业务。当时，许多大型律师事务所对并购业务并不重视，这为弗洛姆等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，使他们能够在这个领域迅速崭露头角。这种机遇就像是一块跳板，让弗洛姆能够跃向成功的彼岸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要学会识别和把握机遇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，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。例如，在职业选择方面，我们可以关注新兴行业的发展趋势。当一个新的行业刚刚出现时，往往存在着大量的机遇。就像互联网行业刚刚兴起时，那些早期进入的人很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其次，我们要勇于尝试新事物。当机遇出现时，不要因为害怕风险而犹豫不决。比如，在创业过程中，很多人会因为担心失败而不敢迈出第一步，但实际上，机遇往往伴随着风险，只有敢于尝试，才能抓住机遇。引用书中的一句话，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走向成功，他们总是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的产物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机遇与成功之间的关系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机遇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并利用它们。除了弗洛姆的例子，书中还提到了比尔·盖茨的成功。比尔·盖茨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哈佛大学学习，当时计算机技术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，哈佛大学拥有先进的计算机设备，这为比尔·盖茨提供了接触计算机编程的绝佳机遇。他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学习编程，并且与好友保罗·艾伦一起为当地的公司开发软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积累了丰富的编程经验。当个人计算机革命来临时，比尔·盖茨凭借着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深厚积累，创办了微软公司，从而开启了他的传奇人生。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机遇在成功道路上的重要性。如果比尔·盖茨没有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地点接触到计算机，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文化传承的影响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探讨文化传承对成功的影响。格拉德威尔认为，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、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、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，它对个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文化传承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性格和行为。例如，在一些文化中，强调勤奋努力和集体主义，这种文化氛围会促使人们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并且注重团队合作。从心理学上讲，文化传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。当我们处于某种文化环境中时，我们会不自觉地遵循这种文化的规则。比如，在亚洲一些国家，儒家文化的影响深远。儒家文化强调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种文化价值观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自我提升或为社会做出贡献。理解文化传承的影响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。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汲取力量。例如，如果你来自一个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，
那么你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文化优势，更加努力的学习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秀传统，比如在一些西方文化中，强调创新和个性发展，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文化理念，在保持自身文化优势的基础上，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个性魅力。书中提到，文化是一种控制机制，它规范人们的行为，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期望。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文化传承的力量，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在背后操控着我们的行为。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，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文化传承来促进自身的发展。以韩国为例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经济改革计划，在韩国的文化中，集体主义和对权威的尊重根深蒂固。这种文化传统使得韩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能够有效地动员全国的力量。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能够得到企业和民众的积极响应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努力。同时，韩国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。在这样的文化传承背景下，韩国经济迅速崛起，成为亚洲4小龙之一。这个案例表明，文化传承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成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1万小时定律。1万小时定律是一类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。格拉德威尔指出，要在某个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，需要经过大约1万小时的刻苦练习。从心理学上讲，练习是技能获得的关键。当我们进行大量的练习时，我们的大脑会逐渐形成新的神经连接，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熟练地掌握某种技能。例如，在音乐领域，莫扎特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，并非仅仅是天赋使然。在他6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严格的音乐训练，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练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音乐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在1万小时的练习过程中，他不断地挑战自己，突破自己的极限，最终成为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。对于我们想要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来说，1万小时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。我们可以将这1万小时分解成每天、每周、每月的练习时间。比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，你可以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写作练习，无论是写日记、写短篇故事，还是进行写作技巧的学习。同时，1万小时定律也告诉我们，成功需要长期的坚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，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就能够逐渐积累经验和技能。引用书中内容，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，并非天资超人一等，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。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。这句话激励着我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，要付出辛勤的努力。甲壳虫乐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甲壳虫乐队风靡全球。然而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。在成名之前，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练习时期。在德国汉堡，他们每天都要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演出，这使得他们的表演技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据统计，甲壳虫乐队在成名之前，已经进行了超过1万小时的演出和练习。正是这1万小时的积累，造就了他们在音乐史上的辉煌地位。这个案例生动地诠释了1万小时定律的力量，它让我们看到，只要有足够的练习，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取得成功。4. 马太效应。马太效应在一类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它指的是在社会中，富者愈富，穷者愈穷，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的趋势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马太效应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评价有关。当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时，他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，这会进一步增强他的信心和能力。例如，在体育界，那些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赞助和广告机会，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进行训练和参加比赛。同时，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更高，这会激励他们继续努力，保持领先的地位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要认识到马太效应的存在，并学会利用它。在职业生涯中，我们可以努力在某个领域建立自己的优势。当我们取得一定的成绩时，要积极地展示自己，吸引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比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你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那么你就可以借此机会向领导展示你的其他才能，争取更多的项目机会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警惕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，避免陷入消极的循环。如果我们在某个方面处于劣势，要努力寻找突破口，改变现状。引用书中观点，成功是成功之母，这句话体现了马太效应的精髓。它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取得一次成功之后，就更容易获得下一次成功。在商业领域，马太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以苹果公司为例，苹果公司凭借着 iPhone 的成功，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大量的用户和市场份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苹果公司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，这使得它能够不断地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地位。与此同时，苹果公司的品牌价值也在不断攀升，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。
这个案例表明，马太效应在商业竞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它能够使成功的公司越来越强大。5. 情商的作用。除了以上这些因素，一类还强调了情商在成功中的重要作用。情商是指一个人理解、运用、控制和表达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。情商与人类的情感认知和社交能力密切相关。从心理学上讲，高情商的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，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例如，在团队合作中，高情商的人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团队成员的情绪变化，及时地进行沟通和协调。他们能够有效地解决团队内部的矛盾和冲突，使团队成员能够更加团结一致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。提高情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情绪管理技巧来提升自己的情商。比如，当我们感到愤怒或沮丧时，可以尝试深呼吸、冥想等方法来平静自己的情绪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情感。在与他人交流时，要用心去感受对方的情绪变化，给予对方适当的回应。这样可以增强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，使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更加和谐。书中提到，情商是一种基本生存能力，决定着其他心智能力的表现。这句话凸显了情商的重要性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情商不仅仅是一种软实力，更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。在领导力方面，情商的作用尤为突出。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例，奥巴马以其高情商著称。他在演讲中能够准确地把握听众的情绪，激励他们采取行动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，他也能够理解不同国家领导人的立场和情感，从而更好地进行外交谈判。奥巴马的高情商使他赢得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支持，为他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个案例表明，情商在领导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能够使领导者更加有效地影响他人，推动事业的发展。异类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成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它让我们明白，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包括机遇、文化传承、1万小时的努力、马太效应以及情商等。总结来说，异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成功学的思维定式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成功。它鼓励我们积极地寻找机遇，传承优秀文化，付出辛勤努力，把握马太效应带来的优势以及提升自己的情商。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认真阅读异类，并将书中的这些重要习惯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。让我们行动起来，不要让机遇从身边溜走，努力在1万小时的练习中积累经验，勇敢地面对马太效应带来的挑战，发挥情商的力量去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相信自己，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异类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记住，成功并非遥不可及，它就在我们的努力和行动中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探索成功的奇妙旅程吧。